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评论区沦陷，20万留言背后是粉丝最深的牵挂与行业的隐忧。肖战的抖音评论区彻底崩了，不是服务器宕机，而是情感的海啸。短短一夜之间，他的最新一条动态下涌入了20万条留言，如同无声的巨浪席卷而来。没有惯常的表情包大战，没有新剧的花式打 call， 清一色的叮嘱与提醒：别爬高，阳台要装防护网，不要一个人待太久。这些简短的句子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字字灼心。那是一种深切的担忧，带着粉丝们无法排遣的恐惧。这一切的导火索是演员于朦胧的那次意外摔倒。虽然所幸无大碍，但却像一根火柴，点燃了整个粉圈潜藏已久的 PTSD。粉丝的恐惧不是矫情，而是万一。外人或许觉得这些担忧过度，甚至有些戏剧化，但只有身处饭圈的人才明白，那份怕并不虚妄。他们怕的从来不是一次小意外，而是那种无法预料的万一。深夜楼道里私生饭刺眼的闪光灯，剧组赶工到凌晨3点的高空威亚，机场被围堵的窒息的混乱场面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危险的源头。顶流光环下，并非鲜花与掌声，而是随时在线的危机感。肖战太清楚这种滋味，从《陈情令》爆火登顶开始，他一边享受万千瞩目，一边也承受着最狠烈的社会性死亡。网暴、代拍、私生、数据战，他几乎踩遍了娱乐圈所有的暗礁。复出后，他选择了低调，仿佛将自己隐形。可粉丝知道，那些伤疤只是深深刻进了骨子里，从未真正痊愈。因此，当他随手发出一条普通动态时，评论区瞬间成了情感的泄洪口。有人写道：你胖了我也爱。有人留言：塌房我也认。也有人说：糊了我也守着。最后一句却让无数人泪崩：但你的活着，这哪里是追星？分明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情，是用命换来的深切守护。在外界看来，粉丝的留言或许带着某种强烈的情绪化色彩，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群体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一种自我安抚。他们无法直接改变偶像的处境，无法亲手替他拦下危险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祝福、提醒和牵挂写满评论区。那是别累着。这3，他们不只是口有战，拍戏高强度是顶流的宿命，也是最大的隐患。粉丝不是不知道他拼。肖战早年拍戏时锁骨骨折，还坚持完成拍摄，导演喊卡的一瞬间，他直接倒下。这样的拼命三郎故事，曾让粉丝骄傲，也让他们心疼。但多年之后再回望，人不是机器，哪怕再强的意志，也无法抵抗身体的透支。粉丝要的不是一个永不疲惫的偶像，而是一个会累、会疼、会休息的普通人。更讽刺的是，当粉丝们呼吁偶像慢一点的时候，外界却在不断加速卷。番位要争，数据要刷，热搜要抢，品牌要大片，平台要人设，资本要曝光。整个娱乐产业链像一台巨大的齿轮，不断催逼艺人向前奔跑。可在这场你追我赶的游戏里，粉丝却清醒了。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完美的神，而是渴望一个真实的人。你不用当 YYDS， 当个人就行。这句话看似心酸，却是粉丝成长的明证。从我要你红，到我只要你平安，粉丝文化完成了一次降维又升华的转变。也有人质疑，粉丝天天刷别死，是不是有些过了头，甚至像是一种诅咒？但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如果你花了几年时间陪一个人从泥潭里一步步爬出来，
好不容易他站稳了脚跟，却突然因为意外有可能瞬间归零，你能不怕吗？这种怕，并非玻璃心，而是被现实一次次敲碎之后的真实反应。爱到极致，就是怕，怕失去，怕意外，怕明天醒来，世界少了那个人。也有人说，明星赚得多，享受了红利，就必须承受风险。这话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钱买不来安全感，名气换不回一条命，再大的流量也抵挡不住一次坠落。看看隔壁韩娱、雪莉、具荷拉，那些名字至今仍让人心痛。国内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，高压、抑郁、隐私暴露、网络暴力，娱乐圈的暗流比红毯还要漫长。所以这20万条留言并非矫情，而是一次集体的呐喊：我们爱你，但请先好好活着。这样的声量值得被认真听见。制作方、经纪公司、平台、品牌，你们要的完美偶像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代价之上？不要总等到事故发生才开始追回反思。安全预案、心理疏导、合理档期、隐私保护，这些不应该是奢侈品，而是最基本的职业保障。肖战本人至今还未对此回应，或许他也很意外，一条普通的动态竟然成了平安符许愿墙。对他来说，这既是压力，也是温暖，因为那20万人用最笨拙的方式说出了最真切的话：我们不要你当英雄，当个普通人，平安到老就行。这届粉丝真的长大了，他们不再沉迷于数据战、撕番位，不再只是磕 CP 打榜，他们开始关心偶像吃没吃饭、睡没睡觉、累不累、会不会孤独。爱终于落地了。有人说饭圈需要降温，但我倒觉得它需要升温，升到人性的温度，升到对生命的敬畏。别再把明星当作流量电池，别再把艺人当成完美的符号。他们和你我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会疼会累，也需要安全感。20万条留言是饭圈的集体表白，也是整个社会该听见的心声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逐名利的娱乐工业中，别忘了人最基本的需要安全、健康与自由。最后，抛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是顶流，面对20万条别死的留言，你会如何回应？是感动？是压力？是哭笑不得？还是终于有人懂得你的累？或许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一次粉丝的声音不再只是狂欢的呐喊，而是一次集体的守护。因为他们明白，比红更重要的是活着。